对我寄出这个要做这个的侦查哦。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事情发生在别的，那该怎么办？我们也会提醒相关的风险哦，未来这个必须要更加的这个谨慎。喊不怕的沈博阳怂了，担心被抓已不敢离台，希望获台当局帮助。话说最近大陆那边不是点名了吗？点了一串名字沈博阳就在上头，说要办他。这下这个岛内可就热闹了。然后这个蔡明彦就语重心长的像个老大哥一样，他说境外的部分确实也要注意到，因为中共它跟一些比较友好的友中亲中的国家，那它可能有它的一些引渡的一个措施。那这部分我也会建议那个破马委员这边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对于那些比较亲中友中的国家，还是海外行程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要提高警。哎，你听听这话这叫什么？这叫保护吗？这要是搁我这儿翻译大白话就是那个孩子呀，你在家里呢，在咱们这1亩3分地咱罩着你没问题，你想怎么蹦跶就怎么蹦跶。可是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那些地儿咱管不了到时候人家要抓你，要引渡你，你可就好自为之别怪哥没提醒你。各位，你说逗不逗我估摸着这个沈博阳听完这个话当时这个脸估计是红一阵白一阵的，那心里头绝对是五味杂陈。哎，你想就在这个蔡明彦说这个话的前一秒，沈博阳的世界地图可能还是彩色的，这儿是巴黎，那儿是伦敦，这儿是东南亚，那儿是北美，想去哪儿呢？买张机票，咔就飞过去了，参加个论坛，度个假，多潇洒，对不对？这蔡明彦这话一出啪，这个世界地图呢瞬间重新上色了以前那些能随便去的地儿呢，一夜之间全变成了红色的，上面写着2个大字禁区，危险。这哪是保护这不就是明着告诉你，你被软禁了吗？他脚底那片地以前他觉得，哎呀，这是我的舞台，我能在这儿大展拳脚，我是英雄。现在他再低头一看，这哪是什么舞台这不就是个孤岛吗？一个他想逃也逃不出去的孤岛。所谓的人身安全保护搞了半天，不是给他穿了一副刀枪不入的铠甲，而是给他量身定做了一个怎么说呢，非常华丽的名字，叫台湾的囚笼。哎，你说这事儿讽刺不讽刺这就更有意思了。就在不久前当重庆警方那边刚把那立案侦查的白字黑字的文件传过来的时候，沈博阳是什么反应那家伙直接3个字没在怕。哎呦喂，那派头那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那个挑战恶龙的勇士呢，浑身是胆那当然了，他那时候敢这么说他有他的资本。哎，你想从蔡英文那会儿到现在的赖清德，他一直都是绿营圈子里最受宠的那个红人其实说白了，他就是一杆枪，人家把这个枪递到他手里，跟他说来对准大陆开火，砰砰砰，他开火了。然后呢，他就享受着身后传来的一阵阵喝彩。哇，好样的，真勇他每一次骂的越狠，话说的越绝，行动越出格他换来的政治养分就越多，他就越红他以为他头上那把保护伞那叫一个结实，那叫一个大，能永远给他遮风挡雨。所以呢，当这个大陆的白纸黑字那份法律文件真的啪的一下砸他脸上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害怕吗？不是，表演。他得演他得演给他那些支持者看。哎，你们看我好好的，我没事儿。他得演给他自己看我不在乎，我没在怕的。可是朋友们，这人这嘴巴会骗人，表情会骗人，可是这身体的反应他骗不了人咱就设想一下，这夜深人静半夜3更的，他把所有的镜头都关了，麦克风都拔了，他就自个儿一个人，你说他看着那上面的字儿，他这个手心会不会冒冷汗？他的心脏会不会咯噔一下漏跳一拍？那肯定为什么呢？因为法律这个词儿和政治叫嚣那是完完全全的两码事儿。你上节目喊口号那是表演，喊完就完了。法律是啥？法律是冰冷的，是精确的它不带任何感情。更重要的是法律它有一张你看不见的，但是遍布全球的巨网。这事沈博阳本人还在那儿演呢，但是民进党当局的反应可比他诚实多了。那反应叫一个快72小时之内连发2条指令。哎，你听听这个组合拳第一条，宣布给沈博阳在内的58个人挂上保护的名头。哎呦喂，你听，那叫一个仗义是吧？兄弟们别怕，大哥护着你们，跟那梁山好汉排座次似的，人人有份儿。这第2条呢，调转枪口，对着岛内的民众龇牙咧嘴的说，谁
谁敢配合大陆举报，谁敢提供线索，我告诉你，依法惩戒谁。这套拳打的那叫一个热闹。但是呢，明眼人，咱老百姓一看就懂了呀，这叫什么？那不叫反制啊，那叫恐慌啊！哎，你想啊，这个逻辑很简单嘛。如果大陆那份侦查文件，它就是一张废纸，它就是吓唬人的，你理它干嘛呢？你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呀？72小时连发2道令，你慌什么呢？如果你们真有能耐，真有能力保护这58个人，那你还用得着靠威胁自己家老百姓的方式来壮胆吗？不许举报啊！举报我弄死你！这不就是那种村里的恶霸在自家院子里挥舞着拳头，嘴里面喊着你敢进来啊，你敢进来我就打死你，但是他那个脚呢，死活不敢踏出院门半步，这就叫色厉内荏啊！所以啊，他们这一套热闹的组合拳，恰恰证明了一件事：那柄悬在沈伯阳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它是真的呀，不是道具啊！而且那个剑柄正结结实实的握在对岸的手里。那铺垫了这么多，咱说回到开头啊，最致命的、最狠的那一刀啊，就藏在蔡明燕那一句听起来特别体贴的警告里：小沈呀，你要小心那些国家的引渡措施啊！这句话呢，就像一个冰冷的大耳光，狠狠的、不带商量的，啪一下抽在了沈伯阳那还发烫的、正做着英雄梦的脸上。这一巴掌呢，彻底把他给打醒了。这一巴掌也把他身后那些人给他编织的那个英雄梦给彻底的撕碎了。这一巴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个他最不愿意承认，但是又无比残酷的事实：你根本不是什么自由飞翔的鹰，你就是一只被我们圈养在笼子里的鸟。我们给你食物，我们给你水喝，我们为你鼓掌，我们为你喝彩，但是呢，我们绝不会打开这个笼门，让你去面对外面的风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啊，你只要一飞出去啊，砰，你立马就会被外面的猎人给打下来，而你的坠落，你的狼狈，会让我们显得极其的无能和可笑。所以呢，为了我们的面子啊，你必须待在笼子里。各位，这才是那个所谓保护的终极真相。你没被保护，你被囚禁了，只是这个囚笼呢，名字比较好听，叫保护。这呢才是大陆这次出手真正的杀伤力所在。人家根本不是指望着你沈伯阳明天就能坐着飞机跑到重庆去束手就擒，人家玩的是釜底抽薪，是让你社会性死亡。哎，你想啊，一个没法自由行走于世界的台独旗手，他的国际影响力还剩多少呢？那天天只能在家里面开视频会议，一个被自己人变相软禁起来的政客，他的政治生命还能有多长啊？那份清单啊，现在看起来就像是阎王爷的生死簿。今天沈伯阳的名字啊被第一个圈了出来，用的是法律的朱砂笔，这就意味着，朋友们，游戏规则彻底变了。咱不看远的，咱就看看他的前车之鉴，看看香港那几位，咱就说那个黄之锋，哎呦喂，那才叫一个标准示范啊！那真是把这个牢底坐穿的架势啊，一路狂奔啊！他现在在哪儿啊？香港的赤柱监狱里蹲着呢。那个日子呢，是一天比一天精彩，等着他的只是没完没了的刑期。咱跟大伙儿捋捋啊，去年11月，黄之锋啊，就因为之前闹那些事啊，被判了56个月。哎，你算算啊，56个月就是4年0.8个月。这按理说你都进去了，哎，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是吧？反省反省，改造改造，出来重新做人。可是他偏不啊，他就是那种贼心不死，非要作到底的人。就在今年6月，人还在监狱里呢，香港警方的国安处啊又盯上他了。这次事儿更严重，涉嫌什么？洗黑钱。我的天哪！据说啊，他跟那个早就跑到英国的罗冠聪啊，还有其他几个人在里应外合，串通一气，干嘛呢？求着外国对咱们国家、对香港搞什么制裁，搞什么封锁。哎，我就纳闷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套啊？你求洋人，洋人真能救你吗？这不就是妥妥的汉奸行径吗？6月6号那天啊，他不是被从这个监狱里提出来了吗？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去过堂。那法官一看，行了，你也别说话了，暂时不用你答辩，案子直接押后到8月8号再审。人呢？来人，送回监狱接着关。连申请保释的机会啊门都没有。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听说啊，他之前在这个监狱里啊还不安生，偷偷摸摸的写那些煽动性的文章。那写完了，让亲戚朋友啊给他传到国外的平台上去，干嘛呢？收费阅读。
这据说啊，月费最高能要到$150。他想靠着这招啊，在监狱里头啊继续敛财，继续搞他的小动作。结果没想到啊，新的罪证哐当一下又冒出来了。这真是在牢里都不肯老实，不作就不会死呀！哎，你看啊，这个黄之锋原来那个刑期，如果他表现好一点，洗心革面，认识到自己错在哪儿了，那估计30岁左右还能出来。可是照现在这个情况看，悬了呀！他这个刑期啊，怕是还得往上涨。至于往上面涨多少啊，那现在咱可说不准了呀。所以啊，回过头来看，咱再看这个新审的这位啊，是不是也快了呀？再看看黄之锋的几位队友，你看看啊，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我给你念念这串名单，你听听这个数字啊。戴耀廷判了多少？10年。朋友们，10年啊！人生有几个10年够他这么折腾的？曲诺轩6年零9个月，赵家贤7年有期徒刑，钟锦麟判了6年零1个月，还有那个周挺判了10个月，林朗彦判了7个月。哎，你看看啊，这就是前车之鉴啊，这就是摆在沈博阳和那58个人面前活生生的例子呀。所以说，游戏规则真的变了。这个故事聊到最后啊，咱再琢磨一个问题：一个留给那些还在给沈博阳递枪的人，还在为他喝彩的人，还在把他当棋子使的人，一个问题：当一枚棋子，它不但失去了利用价值，甚至呢，它变成了烫手山芋，拿着都硌手的时候，哎，你猜那个执棋者的手还会将它握多久呢？这座名为保护的囚笼，它看着是挺坚固、挺华丽的，可是当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它到底是庇护所呢，还是说第一个被风暴压垮的恰恰是他自己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